我们这节课呢，把这些花蕊都给补上。我们拿一个盘子，单独的调一些三青色，这个就是颜色，就是三青。好，我们把它挤出来。好，挤出三青，画花心。拿一支小一点的毛笔，调一些三青，把雌蕊点出来。像这个花苞呢，我们就点一个椭圆就可以。好，像这个花头呢，我们就点雌蕊，点5个半，像梅花一样，这是1个。我一般先点正中间一个，从后面往前面点，因为后面呢大一些，前面呢扁一些，这样就符合透视原理。这就是一个雌蕊。然后这个呢，我们也可以画一个，还是先点正下面中间一个，然后再点两边，像这样就像一个梅花一样。点好之后呢，我们要等一下，等它干了之后呢，我们就拿一点胭脂啊，把这个颜色补一补。我们紧接着调出老叶子的颜色啊，我们用这个花青，我们调一些花青，再加一点墨，花青加墨。我们这花青里面呢，加一点水分进来。我们用一支毛笔啊，把花青搅匀。搅匀之后，我们再加点墨，然后我们用这个颜色呢，画老叶子的颜色。这是花青加墨，先把它搅匀，因为这个颜色特别蓝。所以我们会加点墨啊。那墨怎么加呢？拿一支毛笔去舔一点墨就可以，舔一点进来，不能太多。把这个颜色调成墨绿色就可以。墨绿色，墨绿色，这个颜色会看起来有点深。我们可以再加一点三青进来。我们刚才有点三青，我们把笔上调点三青，单独一个盘子啊，把三青挤到单独的一个盘子里，然后呢，把它调均匀。调均匀之后呢，我们再去蘸我们的墨，啊，这个时候颜色就会没那么深，这样搅匀就可以。好，然后我们再去笔尖调一点墨，这个刚才有的墨啊，我们拿个废纸试一下。我们看一下这个颜色是这样的啊，颜色没那么深，我们可以再添一点三青，可以再加一点，正好把这些我们再加点三青进来，然后再去调墨。怎么调呢？笔尖上调一点点墨就够了，笔尖上调一点点。我们再试一下这个颜色，哎，这个颜色就可以啊，不深不浅。然后这个花蕊，我们先把花蕊点了，把雄蕊点了，
先点了雄蕊了，这句话会更好看一点。雄蕊就用胭脂去画就可以。我们调一点胭脂。我们把雌蕊上先用胭脂给它装饰一下啊，画几条装饰线。我们先从这个开始画弧线啊，画弧线。好，再来下面一个。好，然后我们来画花蕊，把花蕊给它补上。用一支小一点的尖毫毛笔，我们把花心画上，搅匀一下啊。好，我们画花蕊，画这个花蕊呢，分组啊，我们分1组、2组、3组、4组、5组。遇到花头大了，我们画5组。那么画的时候，这个花蕊我们可以分为内聚和往外。内聚就是当花头包得很紧的时候，这个雄蕊啊往内扣。如果说花头完全开放了，那么这个雄蕊呢就往外散开。所以我们这个应该是半开放的，所以我们可以画往内聚的画一些，然后往外散开的都有一些。那么画这个花蕊呢，就丁字头啊，丁字头画成扇形就可以了。这是1组，前面再来1组。那么这前面呢画大一点啊，近大远小，这就是前面的。再画后面的，这是3组。遇到这个花头大了，一般可以画6组，也有画5组的啊。这是4组，5组。先把蕊头画完了，然后呢，把蕊丝稍稍的、轻轻的拖下来、带下来就可以。你看，像这2个花蕊之间呢有空隙，我们可以给它带几笔。然后后面呢，点完了之后，哎，再点一些点，增加一下这个气氛。这样一个花头的花心就画好了。紧接着我们画上面花蕊的花苞的啊，花苞的花蕊也是同样的办法啊。我们想象它有一层椭圆形，我们所有的花蕊呢，要在这个椭圆形的线上去画啊，要分组。好，我们接着再画这一组。画这一组呢，也是，哎，我们可以先从左右两边开始画，往内啊，有一点方向，往内螺旋。可以从左右两边开始画啊，
一般这种倒垂的有点不顺手，所以我们一般从两边开始画，然后这边呢可以再画几组内扣啊，相对的，这边呢花蕊是面对面的对着啊，然后再把前面的画了，前面的要注意这个花蕊的是下垂的啊。好，这样就可以了啊。下面还有2朵。下面2个加点胭脂，加点3青。刚才忘了把这个雌蕊先点出来啊，颜色调厚实一点，3青调厚实一点，因为这个颜色比较深，如果不厚实一点，覆盖不了。我们调厚实一点。好，这样就可以。不过我们要等一会儿，等它干了，干了再勾吧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可以先画画叶子啊，先画画叶子。这个纸长就容易搞破了。我们可以分2段来画，先画这上半段啊，上半段。好，我们调的是刚才已经调了3青了啊，3青，然后笔尖调一点墨。我们现在来画叶子啊，画叶子。那我们这个枝干是往下走的，所以我们叶子啊，这个枝从这里上去，从这往上走，往上走，再一个往上，一个往下，往下走。所以我们先把老叶子的先画上。从上往下画，3叉9顶啊。好，继续加点墨。这边再来一组。那么这个叶子呢，可大可小。最重要的就是呢，要分清啊。这个颜色呢有点太蓝了，我们可以笔尖挑一点点墨。好，这是这一组。那在空隙的地方呢，可以补一笔，像这边缘的地方，墨色深一点啊，深一点，给它切出来。我们再观察一下啊，哪些地方还缺了。像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可以再切几笔啊，把这个花头的形衬托出来。这个地方也是，笔尖加点墨，一定要等这个花头的颜色干了才可以这样切，要不然这个颜色呢会染到这个花头上。我们先把老叶子都画上，你可以往上拖一拖。接着啊，
接着往下画。枝干从这里走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呢，这个枝干这样走，那这个叶子肯定会有叶子往这一边走。还是记住3叉9顶啊，3叉9顶。这个叶子颜色呢有点发蓝，不过还是蛮好看的。这边再来一组，这组有点大，我们可以覆盖一下，给它切一点，把这个主要是把这个花头衬托出来啊。画叶子就是为了衬托花头的。这边再加一点，切出来。好，这边呢，这个枝干从这往上啊。好，从这里出枝，往下走，往下走。那我们这个呢，出一个淡字。好，这是一组叶子啊，往下走。这边再来一组。等会儿来，这边需要一点淡叶子，只是为了衬托的，其实没有什么大的作用。我们继续往下拉，画叶子要分组啊，一组一组的，一组一组的画好。这个枝干呢往下走，我们把下面的叶子先画一画。这个地方需要画一点叶子，这个地方枝干往这里走，枝干这样走，那么叶子呢肯定是往这边走，然后往这边走。这个纸看的地方比较有限啊。往上挪一下啊，先画这边的叶子。好，枝干往下走。这往下呢都有一些叶子啊，这边也有一些，枝干往这一连接，然后这边出枝，然后这边肯定是有叶子。
上面再来几种，因为它这个枝干往这儿走，叶子就往上，有点往上翻。好，这个时候3叉9顶，一定要分清楚啊，不需要多，1、2组分清了就可以。然后这边再画一点叶子。好，这是一个小组。我们现在紧接着啊，把枝干画上。这个没有干了，接着把枝干画一画。枝干直接用墨画就可以。我们把笔啊洗一洗，把它整个扁的，然后直接去蘸墨啊。蘸完了，我们拿个纸试一下，哎，干湿怎么样？好，我们的出枝呢，从下往上走，从这样嫩枝干估计都看不见了。再画一点老枝干啊。2组吧，1组往上走，不能太湿了啊，宁可干一点。好，这一组往这边走。这个埋一下伏笔，往上走。然后下面再来一组，这一组是要往下走的，还是要试一试，水分不能少。好，从这来一笔往下走。这一组往这里走，从这横过来啊。水分不能太大，不能太黑，这个墨要淡一点，加一点水分。这一笔要往上往下走。这笔啊，往下连接这朵花，我们先合计一下，稍微有点顿笔啊，有点飞白，再往下走。多蹭一下啊，这太干了，不行，加一点水分。再加点水分。
下面要淡一点点，需要往上挪呀。而这个大作品就是这样。那么这个叉呢，分2个，一个是往下，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再来一笔，往这后面走。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就不要让它太光滑了，我们可以出一点枝呀，等会儿画一点嫩芽，我们可以把它勾一下轮廓啊，勾一下轮廓比较有立体感一点。像这种老枝干啊，顿笔顿笔，曲折曲折，干湿要掌控好。好，轮廓线稍微勾一下，这个轮廓线不要太流畅啊，你点一些胎点，然后呢，轻轻的勾一下，把轮廓线淡一下就可以。像这种，交叉的，你可以再来一个小枝。上面呢也可以再来一组，水分少一点。这个就是辅助的啊，把一个枝太单调了，太孤单了，再来一笔。可以再给它勾一下轮廓啊。一般画枝干，一个主的，一个次的啊，要成双成对的才好。像这种结疤打结的地方，点一些墨点儿，就会显得比较沧桑有力了啊。水大了，等它干了就再勾轮廓也可以。好，然后我们紧接着要调一些嫩的颜色，调个嫩色，去画这个嫩叶子。我们调一个三青加藤黄，就能调出这个嫩叶子的颜色。再加点藤黄，搅匀。那么3青加藤黄可以调出3绿，那么3绿再调点朱标，3绿调朱标，再调胭脂，就是能得出我们要的这个花茎的颜色。再调点朱标，好，然后再调一点胭脂，好，笔尖调一点胭脂就可以。我们现在把上面的这种嫩叶子画一下。我们可以给它来一组嫩叶子啊，这个叶子颜色可以浅一点，灵活一点。看它的枝干，先把它这个花托儿给画上。好，右边也可以来一组叶子啊，我们右边可以来一组。3叉9点，这是1叉，可以再来一叉，小一点的，
然后它的枝干从这个地方往上走，不能直愣着上去啊。我们可以接着把它的花萼带一带，把叶茎再勾一勾，叶茎、叶柄。看这个地方有点不好看，我们可以再加一点嫩叶子。可以给它遮挡一下。当然，这个嫩叶子它可以是这朵花上的啊。这边呢也可以来一组，好，不能太多。顺便把叶茎、叶柄勾一下，可以再来一遍。好，我们往下移。我们看一下啊，哪一些地方呢需要勾叶柄？这个地方有一个叶柄，勾这个叶柄要快啊，要知道自己的运笔从哪里来的。顺便把这个嫩芽一起加上，这边也可以加一点嫩芽。我们得加快速度啊！这个地方也可以加点嫩芽，不用太多，稍微的点一点。这些都是起到装饰作用啊，为了使画面呢更漂亮一点，可以来个小一点的吧。好，接着往下。还是要调支率啊，支率调完了，调点胭脂。找我们看，哎，这个枝干是往这边走，那么这个枝干呢就管这一个的，我们就把它勾上。好。把叶茎啊，顺着一起带一带。好，接着这笔可以从后面过来，这边看不到了。看不到也要有吧。那这一边呢，你可以再加一组，
们加一下，看一下边缘的地方，因为这是这一插过来，它可以交代的清楚一点，因为有空间嘛，没有空间我们就不交代了。我们再加一组，这样呢，可以把这个花头衬托出来。有时候水大，这个水墨效果更好一点，但就是掌控不好呢，会显得水大。好，这样可以啊。紧接着我们把下面这个花苞的叶子给加上，你需要继续往上挪呀。画这个花苞啊，首先呢，这个枝干从这里来，我们要顺着它啊。像这个花苞完全看不见了，就是花萼看不见了啊。那它有没有叶子？它有。那么它的叶子往哪走？要顺着这个花苞来啊。它的枝干可以从这里走，也可以从这里往两边走。那我们画呢？我们假设从这里来吧，这个 S 型，我们要往这边走，这个可以这样过来啊。画大一点吧，画一点嫩叶子。好，再调一点枝绿。好，这个枝干是从这里来的，我们只需要把叶茎表示一下就可以，尽量不要从头上从中间花心中间穿过来啊，这样就有点不好看了。我从它边绕过来，当然这边还可以有一组，比如说你这边看，记住别和上面一样了。那这边呢，你可以往上走一走，这样走。我们上面可以有一支吧，可以有一组。好，这个枝干、叶柄、叶茎从这里来，但你发现这两个有点，所以我们可以加一点淡的啊。一组一组要分组，有时候东一个西一个反而不好看。你要么就画成一组一组的，这样就好看一点。那么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再加一组，就这个花头的地方。你看这个就是个典型的 S 型。这边我们可以再加一组。好，这样就可以啊。那现在一个重要的事情呢，就是要画这个叶茎啊。像这种条幅的还是蛮好看的。画叶茎，我们用胭脂先画嫩的叶茎啊，叶茎，先画嫩的叶茎。好，嫩叶子叶茎啊，要勾一勾。
不用太多啊，3、4笔就够了。好，再把这边呢，好，再勾下面的啊，顺着叶片的趋势去勾。勾的时候呢，要流畅，用笔要潇洒一点啊，宁可流畅，也不要慢。每一笔来龙去脉，哎，搞清楚是哪是哪的。初期我们就是这样练。紧接着我们调好一点墨啊，调一点墨，把老叶子的叶茎勾一勾。我们从下面开始勾，就是我们这个叶子呀，8分干的时候去勾叶茎，太湿了不行，太干了也不行。叶茎一勾，这个叶子就比较有神了，花头也好看了。勾叶片可以自由一点啊。好，顺着刚才这个花心还没画，紧接着把画心给画上啊，画蕊。像这种，我们先画两边，从两边往中间，往根儿的地方运笔啊，丁字头儿，一定是丁字头啊。这样点，你要是不顺手点一点。这个下垂的，哎，这样点一点，一组一组的。看这一组呢，就往这一般这根儿的地方，这两个呢就相对着啊。然后这边再来一组，这个大一点啊，近大远小。好，拖一下啊，拖一下蕊丝，拖一下蕊丝。遇到这些空白的地方呢，点几笔，要大大小小的都要有一些啊。往外走几笔。好，这下面再来一个啊，你可以从前面到点到后面，一边要符合透视就可以了。一组一组散线啊，5笔一组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我们抓紧时间，把上面呢也勾一勾啊。直接用墨去勾，像这个就快干了，得加快速度啊。干了之后去勾呢，它就会有一点这个干枯，不是很好看。这个叶脉可以勾到外面去啊，勾到外面会显得更灵活一些。我们要加快速度，这叶子都快干了，
最好是8分干的时候去勾最好了。好，这个可以速度快一点啊，大气一点。我们画牡丹呢，要一气呵成，尤其是画叶子的时候，一气呵成能体现这个牡丹的这个流畅性。好，这个叶子基本上就这样勾完了啊。我们看一看整体效果，蓝色叶子还是挺好看的。我们从下往上拉啊。好，这是上半部分。我们往上啊，接着从这个地方开始，这是下半部分，还是蛮好看的。然后呢，我们需要，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 S 型啊。然后这个地方需要加点东西，看，加一个什么蝴蝶啊、小蜜蜂啊，正从这里往上飞，或者从上往下飞都可以啊。那么这一幅是4尺半开的整幅作品啊。我们考虑一下签字儿，字儿呢可以放上面。这是上好呢，还是往下好？我们看一下，可以再加一点东西不？这个地方感觉还是可以再加一组东西。我们加一组嫩的叶芽吧。往上走走，感觉这个地方可以再加一点啊。我们可以从这里往上走，水分不能太大。从这个地方往上走，趋势明显一点。好，有一种朝气蓬勃向上的。上面呢，我们可以画个芽苞啊、嫩芽呀，点一点。但这有一只感觉有点单调啊，我们可以从这里，加一只破一下。然后这边呢也可以，来一只小的，从这穿过来。然后往上走一下，好，就这些，不能再多，再多呢没啥用，这些就够了。我们是为了让体现这个画面的生机，增加一点生机层次，所以我加了这几笔。上面可以加一点嫩芽。再看一下好不好看啊？这样就可以啊。那么字儿呢？字儿我们可以写在中间，字儿往下写。好，这幅整体上就是这样啊。整体上字儿就写在这个地方。等它干了，我摆在地上再写啊。那么这一节课呢，就一幅整幅的作品就这样画完了啊。我们下面有时间大家多练一练啊。好，再见啊。